右脚起传中，头球！96分钟，中国队绝杀了塔吉克斯坦U23，进球是来自成都蓉城的球员贺依然。96分钟绝杀 ，U23 国足的表现还是太辣眼睛，大战塔吉克斯坦成了有竞赛。项余望造险错失良机，鲍胜兴险封堵破门，坐拥多次良机却锋线哑偶，贺依然补时绝杀制胜。U23 国足重整旗鼓再出发。就在今天 ，CFA 国际友谊赛在遵义开赛，中国 U23 男足主场迎战塔吉克斯坦 U23。本场是队伍备战亚运会的重要热身，国足由项余望出任前锋，5米提江，伊木兰首发登场，彭笑、穆塔利夫留在替补席待命，李新祥、玄志健、鲍世蒙因故缺席。而3天后，两队将进行第2回合交手。赛后 U23 国足奔赴大连集训，全力备战亚运会。U23 国足近期发挥稳中有起伏，进攻终结效率不稳是球队现存短板，受人员抽调、伤病影响，本期阵容不整，不少年轻球员获得实战锻炼机会。塔吉克斯坦 U23 派出全主力阵容应战，球员身体对抗强硬，防守韧性突出，是国足热身的优质对手。连续2场对阵中亚球队，既能帮助队员适应高强度逼抢打法，也便于教练组筛选亚运参赛人选。此役以赛代练打磨攻防细节，而对于这批年轻小将而言，这是积累大赛经验、证明自身实力的绝佳舞台。全队借助实战查漏补缺，向着亚运会赛事稳步蓄力，能迸发出怎样的火花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开赛后，国足便主动控场，伊木兰中场串联调度，项余望2次禁区前穿插制造威胁，边路徐俊池频繁前插起球，但塔吉克密集封堵，中路难形成有效射门，控球率国足更是超60%。比赛第9分钟，塔吉克斯坦门将险些超距失误，后场开大脚出现失误，皮球意外砸在就地封堵的鲍胜兴身上，险些进球，好在弹出底线，塔吉克斯坦逃过一劫。5分钟后，国足发起攻势，右路伊木兰送出精准斜传掉入禁区，埋伏门前的项余望包抄甩头攻门，可惜是皮球高出横梁没能破门，而头球落地后项余望意外受伤倒地，牵动着万千球迷的心，队医连忙进场查看伤情，慢镜头看项余望头球时与对方门将相撞，捂着头部倒地，国足接连创造破门良机，好在接受治疗后起身继续比赛。而3分钟后，项余望在场上大放异彩，项余望精彩停球加顺势转身过人，可惜是最后带球稍大球出底线，不得不说这几下是真的有点东西。而客队则是毫无还手之力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被动挨打。第23分钟，国足在边路继续组织攻势，鲍胜兴接球顺势内切，随即抬脚低射攻门，皮球擦着立柱偏出底线。而本场的鲍胜兴发挥也是很亮眼，状态火热。镜头一转，项余望在前场持球，凭借脚下节奏变化扣过防守队员杀入禁区，随即推射攻门，无奈射门路线过于正中，对方门将站位稳妥，将皮球牢牢抱住。塔吉克斯坦门前真是风声鹤唳。第28分钟，中场拼抢环节，鲍胜兴停球失误，皮球停大，情急之下和上前逼抢的塔吉克斯坦球员硬碰对角，主裁判明哨示意进攻方犯规。这次中场争夺以国足丢掉球权，随后的比赛国足继续牢牢掌控场上进攻主动权。第31分钟，徐俊池观察到边路队友的前插跑位，果断送出一脚穿透防线的直塞球，可惜传球发力过大，皮球径直滚出边线，再度错失撕开对手防线的绝佳机会。随着长时间被国足压制，塔吉克斯坦球员的防守动作逐渐失控。第37分钟，奥利姆佐达反抢时背后踢人犯规吃到黄牌，随即他对判罚还非常不满。临近半场比赛结束，场上火药味愈发浓烈，动作更是有些大。塔吉克斯坦球员故意冲撞染黄，5米提江非常不满，这下不知道老铁的以为是生死战，友谊赛简直成了有竞赛。半场战罢，双方0比0，两队加起来仅1射正。半场来看，这支U23国足的把握机会能力还是太差了，配合也是不够好，期待经过半场调整，下半场有所改观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U23国足险些梦幻开局，左侧底线附近一脚传中给门前，点球点附近的项余望凌空抽射打门，可惜是没能打进，这球真是打不进比打进都难啊！项余望浪费了两队开场以来最好的一次机会，不得不说这下真的可惜。随后的 U23国足攻势如潮，接连发起攻势，但是始终未能撕开对手的防线。而在比赛第66分钟，U23国足雪上加霜，金永浩伤退，汪世钦也被换下，李苏达、廖荣祥替补登场，愿无大碍。随后的比赛 U23国足进攻端依旧低迷，而项余望再度错失良机，又是廖荣祥到3脚传中，项余望打门又踢飞。虽然全场数据国足控球占优，射门次数遥遥领先，却没法转化一粒进球，看得万千球迷失望。然而96分钟神奇剧情出现，比赛伤停补时最后时刻，张志雄左路送出传中，贺依然小禁区前头球破门，U23国足1比0领先塔吉克斯坦 U23，贺依然补时绝杀制胜。
最终 U23国足1比0塔吉克斯坦 U23，两队将于6月9日进行第2场较量。兄弟们怎么评价本场国足小伙子们的发挥呢？